房市大小事，私用梯厅尽挨罚，露台户高雄错改装合法边界一次搞懂。先说结论哦，最简单的规则就是你要做那个可移动式的改装，你不会把它做死哦，做死就被检举啊。你东西是可以搬可以动的就 OK， 例如说摆个盆栽、放咖啡桌、咖啡椅之类的，这个都不会有问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银座为什么会消失，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梯厅可以随意装潢吗？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新闻，蛮有趣的哦。标题我念一下：一梯一户房型划算，福州的博主爆改电梯厅变成私人电影院哦，中国的啦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中国福州的自媒体博主小丁妹妹最近分享了新家装修的 vlog。然后直接爆改他们家外面的公摊电梯厅，他们讲公摊，我们讲公设哦。那改成怎样？来，你看这个图哦，他就是直接把餐桌延伸到电梯外面，就电梯厅变成他的一个餐桌。我框起来的这个人是外送员，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还愣了一下，哎，怎么会有人在走道上去吃火锅这样？所以这支影片就爆了哦。那大家都在讨论说，以后应该要买什么？买一层一户，那这样走道空间都随便你嘛。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你看我划线的哦。当初销售和物业均告知该电梯厅可由业主自行使用，购买合同也标注公摊面积为私人所用，然后他自己还补交了人民币4万块来买这个使用的权限。那小区内的人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好，这件事情合不合法？依据中国民法典第271条跟274条，电梯厅属于公摊面积，归全体业主所共有，并非个人所专用空间。也就是说，即使你的购物合约就写得明白说电梯厅供叉叉叉私自使用，或销售口头承诺，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没有办法成为独占公共区域的合法依据。那如果是在台湾，你就更不用想了哦。首先你要是什么？你要是一层一户啊，那基本上就是豪宅的等级。现在最烂新建案大概都在做一层一梯2户嘛哦。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子搞哦，就变成说邻居只要看你不爽，检举你一下，哎，整个都要拆掉。然后这个是有罚则的哦。法规赋予各县市政府权利，可对违规者处以新台币4万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按日连续处罚，就是罚到你改为止哦。所以你就不要想说可以钻漏洞什么的。再来你要知道，露台户可以做改装吗？哦，那我们再讲一个你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就是露台户哦。露台户长这样，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夯哦，就是建商在盖的时候已经把这个露台设计好了，那不是你自己的阳台外推，所以露台是合法的哦。通常也会卖比较贵哦，就是约定使用这样。虽然你有花钱买，可是你也是不能随便改造。例如说，你觉得那个露台哦，就很烦，每次下雨水打进来哦，或者有一点微微的积水或者蚊虫什么的，很烦。那你就要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哦，我最常听到的理由就是楼上抽烟丢烟蒂，然后就变成你要去扫垃圾这样。那这个扫起来就很干。然后再来是那个，这跟封起来无关啦。那露台户还有人怕说上面有人轻生跳下来。那就变成你的露台就接住它这样哦。你要加棚架哦，你要封起来，通通都不行哦，因为法规规定这一块属于户外空间，只是你约定专用。那如果你封起来，就变成室内嘛，所以就会认定什么违建。那你可以怎么做？简单讲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可移动的小工程，例如说你摆那个遮阳伞、咖啡桌、花架、植栽或铺地板之类的都可以。铺地板就是那个你把它用的很像塑木的地板嘛。之前最常看到的就是刚才这张图这样弄个造景，看起来很 chill 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高雄独有的高雄错哦。如果你有来高雄看过房子的话，一定有听高雄人讲过，甚至你自己就看过所谓的高雄错哦，长这样哦，就是一整排全部都是相当于露台户，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大的阳台哦。看起来很夸张哦，那个阳台超大颗的哦。那现在新的案子几乎都有高雄错哦。你想说奇怪，为什么阳台要那么大哦？那这个高雄错的发展也是有历史脉络的哦。首先是高雄在南台湾哦，那南台湾的环境特性就是什么？又热又晒风又比较大，
没有新竹大哦，所以原本就比其他县市更需要强调采光、通风、退缩跟遮阳哦，这个气候型住宅的特性。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高雄市就制定了《高雄市绿建筑自治条例》，这是陈菊哦，陈菊前市长，中间还卡了韩市长嘛。那高雄市就制定了《高雄市绿建筑自治条例》，鼓励建筑业用绿建筑技术来提高建筑的通风跟节能调节，然后就给你容积奖励哦，让你去盖又宽又大的露台。然后他给的奖励哦，不是说你可以多盖几层楼哦，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就知道了。高雄厝景观阳台外推绿化，免计容积，所以高雄真的是建商的应许之地啊！就是你盖这个露台不算在容积里面哦，那你建商爱盖你就去盖，那当然就变成说大家怎样就拼命盖嘛，这种东西不拿白不拿，然后就可以多一个超大阳台哦，多一个露台可以使用，这样一定比没有露台哦，或是超小的阳台，甚至没有阳台要好卖很多。然后盖到现在，你知道有几户了吗？哦，高雄厝的哦，不声不响，目前已经有18万户哦，18万。所以未来你要买高雄的房子，你一定会遇到高雄厝。那高雄厝的使用规则哦，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露台户差不多，只是露台户哦就会变成说几间才有，但高雄厝整栋通通都会有哦，都给你。即使你是那个新案子小两房，你也会有一个。妈，这阳台怎么那么大？就这样讲完了。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高雄厝的这个做法应该要推广到其他县市吗？我觉得没办法，因为高雄的路就比较宽。B， 我觉得可以，最好推广到台北市哦。C， 我觉得可以让宠物在阳台玩耍。哦，对哦，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我刚看那个 YouTube 后台啊。有74%的观众朋友都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啊，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哦。那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这样我拍影片会比现在多很多的成就感。哦，按了吗？对，就是那个买房阿元 logo 旁边的那个订阅，对，按下去。哦，好哦，感谢你的订阅，好人一生平安。那长期观众也都知道，想要自产高雄中古屋要找谁？哦，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就加这个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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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跟我说好友已经超过7000人了，哦，那加了以后会一直 po 有潜力的房子，或是现在就已经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产在台北也是有哦，就找101肖店长哦，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也跟我说有超过2000人加入了哦，都不想加也没关系。你还可以购买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来支持我，高雄房地产功课就给你抄哦。那会员影片是在比较深入的解读高雄地区，你根本连功课要怎么做你都不知道的哦。然后能够拉抬附近中古屋房价的重大建设跟民间大型投资案啊。会员影片现在我还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实认真去看一间房子，然后都不开滤镜的。就跟你细细的分析说，这间房子如果要买，那它自产的剧本是长什么样子，它潜力在哪里，建设在哪里。高雄真的很棒，自产机会一大堆。最后还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哦，我们就合法长期自产，配合政府社会住宅，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稳健的实现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长期自产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岁。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就是我先说高雄厝目前有看过听过的奇葩的用法，然后我再说高雄厝它这个在我们的观感里头长什么样子哦。首先奇葩用法是这样，反正就是一个超大的阳台，阳台是这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啊，对不对？就是你真的要干嘛，你东西也不会长期放在阳台，因为怕风吹日晒雨淋嘛。那高雄厝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改造，这个东西要先做虽然很少人在做，就是隐形铁窗隐形铁窗是钢丝啦但它不是真正的纯种的钢丝，你那个手摸过去会受伤，这样不是，它外面有包一层像塑胶的东西。我有一集在拍隐形铁窗嘛，
然后真的有蛮多的那个观众朋友跑去请那蓝老板施工，说澎湖都有，很夸张。那隐形铁窗是这样，你现在要装铁窗，一定不让你装新式的大楼或者中古大楼在管的，不会让你再装什么铁窗这种东西了，又难看，然后到时候发生火灾的时候又难逃跑。那这个隐形铁窗应运而生。隐形铁窗它不是为了美观它本来就是为了安全为出发点去处理的只是它外观看起来就，如果你是高楼层，然后人家站在楼下往上看，会以为你那间没装铁窗就这样钢丝啊，我有一集你可以去看。然后隐形铁窗，我个人认为非常的适合高雄厝直接把它装起来直接把它装起来。那原因是这样就是阳台的栏杆的高度，这就是会。所以我说嘛，说你阳台你做什么都不对，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不管是你怕你人掉下去，小朋友掉下去，还是说你的工具掉下去那也是很要命的。所以说，如果我手上有高雄厝，因为我都看中古啦比较没有。虽然中古的阳台是超大颗的你可以去看我那一集。你想怎么阳台那么大颗啊？中古就是这里可爱，那不是高雄厝，那是中古以前盖就给你那么大的阳台。好，反正我拿到我一定会装把隐形铁窗装起来以后，那就可以解锁很多有的没的东西了真的。隐形铁窗它主要在干嘛？它主要它有分5公分间距跟 2.5 公分间距。我真的建议你直上 2.5 直上 2.5 公分。5公分间距它不防鸟不防鸽，就是鸽子用钻的进来。那你要 2.5 公分防麻雀，然后也防你的幼猫如果你家有养宠物幼猫，它钻不出去。幼猫那猫不是好像液体嘛，这样5公分还是会有机会掉下去。那把隐形铁窗装起来，现在的法规是这样，就是说你家里有65岁以上老人，或是12岁以下小孩，那去装要申请或干嘛。好，那如果你有符合条件你就装没符合条件的话，反正你去问隐形铁窗的业者，他们都告诉你，其实也是有大量的人没有符合，他也是照装就为了安全嘛好。那你把隐形铁窗装起来以后，它没有在那边遮风挡雨，这钢丝什么遮风挡雨，可是它就是把安全性就直接等于是拉满了。那拉满的情况之下，你那个阳台就很好用，你就可以敢做一些大开大合的东西，也不担心有鸟会进来。鸟我再讲一下，那个鸟很废啊，尤其是那个鸽子进来以后，然后怎么样？它大便那有一些会大在一些沟沟缝缝里头的东西，有遇过就知道，尤其是你外面可能要摆冷气机，然后它会怎么样？它会跑到那个冷气机的底下，因为冷气通常会离地嘛如果你是一般3房的话，大概上下放2台室外机，它会跑到那边也没干嘛，那边休息还是干嘛，然后它就大便。那个鸟的大便里面有种子这个种子会发芽发芽会去钻，然后以后会有漏水的疑虑。我有一间就是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像小小的树大概已经长到30-40公分，然后那个枝干大概有1公分这么粗了，然后呢那个位置我不太敢去吧，所以就防鸟了防鸟是真是蛮必要的东西。那一旦防鸟了以后，你就看你要干嘛你要种菜你要养鸡还是什么就 OK 了嘛，你也不怕你这边养一些什么东西鸟飞进来吃有人会养那个爬虫类。那所以隐形铁窗我个人认为符合条件要上先上你把它封起来后就安全了。那你说隐形铁窗这样子会不会就遮挡住我阳台的视野视线？我跟你说其实还好我以前也很在意，那现在我看看我觉得还好那还好的理由也不是说安全要大于景观不是这样，而是说隐形铁窗你人在客厅你往外看，就是仔细看才会看到一条一条或是阳光照到一个角度它反射反光。然后你真的走到阳台去看的时候看外面的景观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眼对焦你就往外看远处的景观，那个隐形铁窗又不见了就跟你对焦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很理想。那一旦你装起来以后，就可以解放很多东西。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听过看过的，有人在把高雄厝拿来这样做，你又不能封不能封起来，想要多一房。我跟你说，你看到高雄厝，你一定会想封，因为那个面积实在有够大。那个大起来可能超过一张单人床那么大房子就已经在小了那个客卧有够小，然后那个阳台那么大颗，感觉就很不平衡。好，那隐形铁窗来弄起来养狗你就可以放蜡笔小新的狗屋就在那边，狗狗晚上看就去外面睡还是怎么样，
但是通常养狗的人也舍不得让它睡在阳台了。然后再来是立面，就阳台它还是有墙壁的立面有人把它弄成一个水跟蔬菜的架子，因为它阳台自己也有供水然后还有它自己的排水，你有去处理那个堵住排水口的问题的道具的话，那它用种立体的，然后那水那边滴滴滴滴滴滴，就可以种自己想要吃的菜。然后还有因为很大所以南部的阿嬷拿来晒香肠，这个我现场看过，夸张，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大的阳台，然后就跟乡下一样，全部打开来那边晒香肠然后种多肉来卖，有些多肉要日照嘛，那你就打桌子在外面，然后铺满满的多肉到墙上也铺立面嘛，然后放一个层架在那边放你有隐形铁窗，那个鸟进不来那吃不到，虫子可能会有啦，飞虫或什么，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去利用。然后还有儿童充气游泳池，这很合理吧？你就买一个充气游泳池那边喷水就让小朋友在阳台玩。还有猫跳台猫跳台一般大家都摆室内，可是猫喜欢爬高很喜欢爬高，然后也喜欢去晒太阳。那你看你要是放个猫跳台在没有隐形铁窗的阳台，那不是准备救猫，然后很恐怖，那个猫好像不知道危险，好像真的当自己9条命一样。对你有隐形铁窗2.5公分以后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直接把猫跳台你看放在阳台，下午或干嘛他自己去那边爬高，爱爬多高爬多高，然后去晒太阳，你也不会担心危险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很奇葩的应用，他说打麻将，一个 YouTuber 说的，也是做房仲，我觉得他影片也蛮好看，就可以介绍很仔细那个房子。他说打麻将，那个打麻将是我不敢你看高雄新盖的大楼，像美术馆这边白天鹅好了，你真的要摆麻将桌，坐是坐得下问题是什么你那边洗牌，你一洗我靠，你整个中庭如果你面中庭，整个中庭都是声音，这不是等着被检举吗然后麻将的人在打，又不会打白天下午打嘛，除非你无所事事，你白天下午打也是麻烦凡是我不敢那你要深夜在露台或打麻将，你光洗那个牌，我看直接就那个管理员就上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打了再来就要报警了。所以这是真的有听过打麻将。讲一下高雄错这个东西，高雄错这个东西一直以来都被人家说是图利建商还是什么有的没的。那高雄错现在很显然，我说市场的态度市场的态度所以我不是在质疑它的合法性还是什么，它就合法嘛。市场的态度是说，高雄错现在缺点大于优点缺点远大于优点。首先那个高雄错阳台那么空，你还不能不种东西你一定要维持那个绿化。然后我们都听过嘛，政府要抓真的用空拍机来抓，就飞上去拍看你有没有乱搞就这样。高雄错你不能不种，反正你又不能乱搞就对，那变成你还要维护它。然后我们种植物就很讨厌的事情是，第一个落叶会去堵到排水管不是说堵到管子里，就是它有盖子嘛，那个落叶塞几片，你遇到台风天的时候，你阳台淹水这个我家都发生过。再来是你要去处理，你一旦种了一堆东西以后，中低楼层是不是有蚊虫的问题蚊虫会跑来。人家说高雄错，你种一堆东西，那个蚊子很多蚊子很多，你就变成说你还要在那边放驱蚊的什么什么药包还是怎么样高雄错还有一个为什么市场如此之不得不接受，反正现在新盖出来的都是有高雄错要喜欢新房子你就要有高雄错，即使你根本不想要那么大的阳台，是因为它看起来很不值，看起来不值得。新房子已经那么贵了，然后主卧就已经小成那样了，结果你一个高雄错可以大到你看超过一张单人床就很夸张的大小，所以这个让人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不值要封起来多一个房间这样也不行所以就反正就是这样，高雄独有的独特的风景，你就来高雄，你就那么看我靠，高雄的阳台怎么都这么大？那你想想看如果它真的封到底的话，是不是室内的日晒会变得非常严重？高雄又那么热，总之就是这样高雄错，你买新的或新成屋或预售屋，你是一定躲不掉，那你就是自己去研究怎么把它弄好弄漂亮。但是对喜欢园艺的女孩子来说高雄错非常的棒她可以摆一大堆自己的花架，然后在那边有个自己的梦幻小天地就是要很注意很注意什么台风高雄也是有台风台风天的时候，那个雨泼进来，因为斜着下，
泼进来以后，你那个落叶千万不要堵住，你一堵住就很麻烦，你一堵住就是漫到你的客厅里面，那你客厅就要看你铺什么地板。如果你是铺什么超耐磨海岛型的话，它底下其实还是木头，哎呦就吃水了哦，所以很麻烦。你要把高楼错弄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也不行啊，就是要有绿化的责任就对了，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一个观众朋友来问过我说，他买了一间，然后有高雄错，然后那个堵就堵得很夸张，就是那个草的种子给它掉到排水管，阳台的排水管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给它通到地下嘛，阳台排水管一定是你那一层阳台对不对？有排水管，然后它要怎样？它要弯回去到墙壁这样下去嘛，所以它会有一个弯折处。然后他说那个弯折处反正就阳台排水孔那边长草，你知道那个草都长出来了，房子那边卖嘛，一段时间没去看，那么长草，那不是很危险？那不是等于你表面上看它没被堵住，可是它底下弯折处是不是都已经被堵住了？然后还来问我说有没有那个认识的工班可以去帮忙清这个水管，那个老鼠头那不是每一个水电都有哎呀，很麻烦高雄错怎么看怎么麻烦。那你要用一个铁网把它盖住，排水会变慢，然后草的种子那么细那么小，还是会掉下去。所以很多人高雄错就直接怎样，就用假的铺假的草皮，放假的盆栽 ，IKEA 也有卖嘛。我后面这个就是嘛，反正大家看起来绿绿的对，又没有蚊虫的问题，然后又能符合法规，那边平常这里看心情也美丽，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高雄错到你手上，你会把它拿来怎么用？你会打麻将吗？我不信，那个洗牌一洗下去，你第一圈还没打完，这个管理员就敲